表面上，川普是用這個關稅來逼各個全球的製造業回流到美國，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這樣做其實已經真的撕毀了他跟重要盟友之間的關係。這個國家就是加拿大。可憐吶，现在川普完全就是为了面子死撐，難道他要放棄關稅嗎？不可能，所以他不能承認自己有錯，只能夠一路走到黑。他心心念念的製造業回流，他希望我們能夠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卻變成了製造業大逃亡啊！好，我們來看到最新的貿易戰，川普押上了美國國運這一次祭出的最新關稅豪賭，301條款再次的開火了，50國確定會遭到殃及哦。加拿大的部分是最受害最慘的，這個關稅的部分啊，升高到了50%。美國真的能夠重返製造業霸權嗎？還是把盟友推向中國大陸呢？如果您覺得這個關稅戰實施下去對美國有利，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美國根本就是賭國運，對它完全毫無意義，幫我們留言寫2。今天來特別看到的是，川普的關稅戰沒有退場就算了，現在是在完全的做一個全面的升級。大家還記得嗎？今年的2月份，我們再稍微回顧一下哦。最高法院裁定關稅違憲之後呢，川普就用了另外一個1974年貿易法，祭出了另外一個150天的臨時關稅。好，眼看着這150天快要到了，剩下大概2-3天而已，所以最新也是今天早上我們看到的消息，川普準備來援引的就是301條款，這一次呢，他要再繼續的延續關稅戰，以什麼理由呢？強迫勞動為由，針對全球50個國家展開新一輪的關稅戰。好，這個關稅戰當中呢，他也特別去強調了呢，不只是針對國家，也到了部分的產業，其中2個產業是我們今天節目要特別關心的產業，第一個就是學名藥的產業哦，第二個就是鋁產業。好，學名藥的產業的部分是這樣子，它會對這一些進口的學名藥課徵100%，甚至最高到200%的關稅，就是希望說，製藥也是不是能夠在美國自己來做哦？那麼另外就是鋁業了，它也希望能夠美國製造，所以接下來呢，鼓勵企業到美國去設廠，如果你願意的話，關稅就會從50%降到25%。表面上，川普是用這個關稅來逼各個全球的製造業回流到美國，但是另外一方面，他這樣做其實已經真的撕毀了他跟重要盟友之間的關係。這個國家就是加拿大，也是在這一次關稅戰當中似乎是受害最深的一個國家。趕快來看到細節，最新消息，美國對加拿大會加徵50%的關稅，涵蓋的範圍也非常的廣哦，一系列列出來給觀眾朋友在這邊看。那麼進一步，除了50%的關稅，還有第2個稅叫做野火關稅。那麼金融專家也開始做了警告，如果說這個50%的關稅全面真的在加拿大落實的話，接下來加拿大的經濟恐怕會造成他形容這個叫做毀滅性的一個重大打擊。真的嗎？只有毀滅加拿大自己而已嗎？美國就不會受傷嗎？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因為川普，我們剛剛不是說了嗎？他要來強化鋁業的發展，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這個美國大部分的鋁都是來自於加拿大，甚至呢，鋁的供應有一半都是來自於加拿大。原因是因為加拿大這邊呢，鋁需要用到電嘛，那加拿大是靠水力發電來降低它的成本，但是美國它的電力成本現在還是非常的高，所以看起來還是得依賴加拿大。那麼在40年來，我們看到美國也都沒有辦法建立任何的大型的鋁製煉廠，所以現在真的可以自己做起來嗎？大家也打上一個非常大的問號。另外就是一旦美加的關係受挫的話，是不是會影響到接下來加拿大的政治態度，會不會轉向中國大陸？因為現在有許多的專家也做了這樣的預估，這個問題等一下我們也會一起來看。好，先請教漢庭怎麼看上一輪的關稅戰？川普希望製造業回流，看起來是沒有達成。這一輪的關稅戰，他也希望祭出301，重建美國製造，真的可以解決嗎？另外就是目前美國的經濟壓力，有辦法靠關稅戰來解決嗎？漢庭怎麼看？可憐吶，現在川普完全就是為了面子死撐，難道他要放棄關稅嗎？難道他要公開的宣布關稅戰失敗嗎？不可能，那等於是公然的把自己上台的正當性給推翻了，也把自己過去自己少數能夠吹噓的政績給推翻，所以他不能承認自己有錯，只能夠一路走到黑，繼續告訴大家關稅好棒棒啊！
那都是大法官亂搞，都是最高法院亂搞，所以呢，我要繼續幹。因為我們如果去看一下過去的數字啊，2025年他打完了貿易戰之後，美國的全球的貿易逆差反而是增加了。2017年的貿易是5666億的逆差，到了2025年打完關稅戰之後啊，變成是9000億美元的逆差，那越搞越多，而且呢，他心心念念的制造業回流，他希望我們能夠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卻變成了制造業大逃亡啊！有多誇張呢？美國2025年關稅政策實施以來，制造業的崗位連續8個月減少，甚至呢，在2025年4月這所謂解放日實施的10個月內，制造業流失高達了89000個工作崗位，那相當於全美國有2800家的中型工廠倒閉，所以有沒有效？太有效了，就是會讓大家發笑。那因為最後發現是什麼呢？根本不是什麼外國的這個出口商來付款嘛。紐約的聯邦準備銀行的研究，2025年的關稅基本上有90% 都是美國的企業跟消費者自己來承擔的。他收了多少錢？他確實是收了很多錢了，大約總共收了有2870億的美元。好了，你看我們一年增加了將近3000億美元呢。以前的關稅大概1個月才就是沒有很多，這相較增加很多錢，但這些錢90%都是美國老百姓自己出的，那到底有什麼用？那實際上你並沒有增加到額外的收入，反而是轉嫁給了消費者。而且大家都會採取報復性的關稅，更導致美國自己的出口也受到了阻礙。貿易戰不是單向的啊，美國關稅，那其他國家也會有報復啊，所以會讓美國的出口商自己苦不堪言，全球的貿易也陷入混亂。而且再來第三，這一種充滿不確定性的貿易政策，讓企業也不敢輕易的擴大投資。哈佛商學院的研究就指出，許多企業因為它貿易政策頻繁變動，它都取消了投資計劃。所以，川普用關稅沒有築起什麼美國製造的堡壘，而是一個阻礙全球貿易的壁壘，甚至也阻礙到了自己的順利連任。好，確實哦，現在看起來這個川普的關稅戰是不是真的有利於美國的經濟，再次的打上問號。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剛剛也說嘛，這個受傷最深的就是加拿大，兩個關稅可能被課，一個是貿易戰的50%，另外一個叫做野火關稅。所以呢，加拿大現在非常生氣，也強硬的反擊。首先，加拿大這一位是安大略省的省長，他直接痛批說，除非美國撤銷對汽車跟鋼鐵的關稅，否則不會解除對於美國葡萄酒、烈酒的禁令。更批評川普是惡霸，他認為說加拿大這個時候我們不可以示弱，應該要站起來以實力談判。加拿大總理則是說，接下來的幾週他會跟川普來進一步討論可能的協議。再來以政治面來說，是加拿大的前副總理方慧蘭警告，美國過去80年是西方聯盟的核心，但是現在越來越多加拿大人質疑說，到底可不可以信任美國呢？甚至有許多的聲音現在也說，美國持續對盟友施壓，恐怕導致加拿大進一步倒向中國大陸。好，另外一方面，剛剛我們提到了嘛，現在美國這麼需要加拿大的鋁，但是他又希望能夠自產。如果真的做不出來的話，未來拿不到鋁，對於美國產業有哪一些重擊？那老師又怎麼看？我覺得這個加拿大實在是非常倒霉哦。這個我先跟大家解釋一下，什麼叫做野火關稅？你聽這個名字啊，就是說大概在上個禮拜吧，就是紐約華盛頓的話呢，空氣品質非常差了，就因為加拿大太大了，加拿大的夏天遇到了野火的時候，人根本沒有辦法滅火，就讓它自生自滅，一直等到雨下來了，就自己去過加拿大跟美國的話呢，就知道，因為加拿大那一帶的話呢，他們这個野火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去處理，就這個長期來講，就到這段時間，然後那個川普他不懂。他不懂，他什麼事情就是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可愛的無知之徒他認為關稅是萬能的，所以說加拿大的野火使得美國這個華盛頓的空氣不好，那就要用野火關稅。對，你要抽什麼東西了？美國自己有野火，加州的野火不是也是自生自滅嗎？人家沒有人會想到這個，這是第一件。那第二個學名藥，學名藥就是仿製藥了。學名藥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一個東西取名叫學名藥大家稍微查一下，但就會知道學名藥是因為美國的藥太貴了
啊，所以說大家在帶了學名藥，學名藥其實效果是接近。都是一樣的化學功能嘛，所以說這個加拿大本身來講，也不一定是加拿大，但是那個什麼布洛芬啊什麼的，就是我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就是美國莫名其妙說加拿大的毒品輸入的單位，然後要罰，動不動就100%啊什麼的，主要是講的這個事情。因為說對講的情況，加拿大一開始的話，想要很認真的對待美國，就會被打懵了，都搞不清楚。那現在發覺的話呢，美國對於加拿大的真的是直接就講予取予求啊。那其他的沒有被講到原因，並不是不講，而是川普的地理知識只認識加拿大。啊，都沒有別的地方，所以什麼事情都講到這樣子。那現在的話呢，他就會發覺說，加拿大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它的水利資源非常豐富。水利資源豐富代表電便宜，然後這個煉鋁完全是靠電啊，這個大家都學過嘛。那基本上國中化學你們知道，這個鋁的煉製的過程當中，所以美國鋁是重要的國防科技裡面的一份，製造飛機啊，或者說所有輕型。所以你在这種情況下，對於加拿大，但是你們這邊問到了一個問題，講說會不會自動的把這個加拿大推向中國？我告訴大家，國際政治沒有朋友，只有利益，請大家永遠記住。對加拿大來講的話呢，馬卡內他說過，我們是中等發達國家，不能夠跟中國跟美國比，但是我們會堅守自己的立場，這個大家一定要搞清楚的。好，那有關於整體關稅戰的影響，等一下也請那個幹哥來繼續帶我們看。那現在也在說，為什麼川普一定要繼續的延續他之前的關稅戰，就是因為現在美國的經濟還有國庫啊，現在錢真的是不夠了。我們來看到一些具體的數據，民調顯示60%民眾不滿美國現在的經濟狀況，而且呢是專家說的哦，經濟學家示警，美國未來1年有衰退風險，陷入停滯性通膨。再來就是美國的國債了，大家都知道已經突破39兆美元，占 GDP 超過125%，關稅能夠成為它的國庫重要收入嗎？真的做得到嗎？幹哥怎麼看？我覺得那根本就是殺雞取卵啊，那個是飲鴆止渴的東西。知道為什麼嗎？因為其實經濟學者對於現在美國的經濟的成長率普遍都持負面的看法。為什麼？好，這也拜 AI 之賜啊，好不好？就是說現在最近啊，我跟你講哈，美國經濟連6年都成長 ，AI 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啊。但是第一個就是因為 AI 造成的很多富翁跟富婆。都是因為投資這個東西而賺錢的。第二個是什麼？第二個就是富有的消費者，就我剛才講的啊，富翁跟富婆，他們因為投資 AI 而賺到了錢。那第三個是什麼？第三個就是那個資產的增值，因為這些人資產增值，所以消費力又提升了。所以這3個叫做3A 現象，3A AI 跟富有的這個投資人。還有呢，他們的經濟的資產的增值都是 AAA 好，那問題是，專家就說了，那都是你們富有的人啊。我想請問一下，80%的中產階級和低收入戶，甚至連游民都算進去的話，請問這80%的人有賺到1毛錢嗎？也許部分中產階級他們有部分的股票，但是他們真正獲利以及他們回吐以後。他們真的能夠在這個 stock market 裡面，真的能夠賺到他們應該認為我所得到的富貴嗎？其實說句實在話，很可憐，他們幾乎是不可能賺得到的。所以說，專家認為說，在這種情況底下 ，AI 投資的狹隘啊，會讓你有一種經濟成長的基礎，那個是浮光掠影。那個是錯誤的解讀，當然，正確的投資當然可以得到正確的財富，可是，在 AI 過熱的情況的底下，每一個就是說訓練有素的專家都在制止。他們說很簡單，我們去看通膨的數字就好了。為什麼？今年4月的通膨美國已經達到了3.8%。他說這個可能會到4了，只要超過4的話。那川普你皮就癢了啊，你知道嗎？你就等着被美國廣大的中產階級撻伐。為什麼？因為到4就很可怕了。現在平均的薪資成長率不到3%，所以請問一下，通膨到了4%以後，美國還有什麼好講的？這裡從油價就可以看得出來，因為美國的一般的家庭碰到了油價就是皺眉頭。為什麼？一加油就皺眉頭，一皺眉頭，他們就知道說，哎呀，這個月還是要勒緊褲帶，你不能有多餘的支出，
這就是什麼？這就是油價跟通膨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那這樣子互為因果是什麼造成的？因為戰爭造成的。如果戰爭能夠在這個月之內結束的話，美國在期中選舉前的經濟可能還有救。但如果不能夠立即結束，因為至少還要3個月才能夠讓通膨回到可以被接受的數字。這就是專家告訴大家說，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到川普想要終止戰爭，還想要跟加拿大爭重稅，那你就曉得美國的經濟會變成什麼樣子了。好，趕快來看到貿易戰哦。現在呢，美國的豆農真的是被川普給害慘了。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因為不買美國的大豆，在去年的時候出口暴跌幅度高達了65%。沒有想到，川普再升級他的關稅戰，這一次祭出的是301的關稅條款哦，再掀起的是美國農場的倒閉潮。歡迎觀眾朋友在留言區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如果您認為說美國祭出301條款之後，大陸會很快的做出反制動作來做報復的話，留言寫1。您如果認為這個中國大陸還會再持續的加強觀察美國的動作的話，在留言區寫下2，跟我們一起做更多的互動。尤其現在呢，美國的農業問題已經變成了一個生存性的國安危機了嗎？這不是我說的，這是來自於美國農業部自己說的，而且他們直接提供了一個最新數據。他說呢，去年美國對中國大豆的出口額暴跌幅度較前一年暴跌了65%，那麼前一年的時候還有247億美元，到去年的時候只剩下84億美元了。也就是說，中國大陸大幅的降低購買美國的大豆，結果呢，美國農民非常的緊張。他們說呢，去年美國農場總數已經減少了大約是15000多家，現在已經降到只剩下186萬家。農產的破產案件在去年高達了315件，比前一年暴增46%，所以在去年就可以看出農產的一個破產潮在美國正式的醞釀，已經夠慘了。沒有想到就在前幾天而已，川普的關稅戰再升級哦。這一次他再次的祭出了301條款，大家還記得嗎？前幾天我們還在講對中國大陸、巴西等等的國家課徵高達12.5%的關稅哦。美國的豆農這一次就更加的緊張了，他認為說，我們都已經引發了破產潮這麼慘了，為什麼你還祭出301條款這個關稅戰？中國很可能再度的因為你的301條款再進行反制啊。尤其是這一位是美國的大豆協會副主席，他直接提出了示警，他說301的調查可能會阻止接下來中美之間的談判，甚至促使中國對美國大豆再加徵更高的關稅，收入減少了。但是啊，農民現在還要面對的是國內因為通膨的問題引發的成本高漲，包括了化肥、柴油、機械維修、貸款利息，全部都在漲。這時候農民的壓力可以說是越來越大了。對於美國農民，他們會不會成為這一場中美之間的關稅戰最大的犧牲者呢？聶老師怎麼看？好，我先來科普一個簡單的東西：全世界到底大豆產生多少？3.6到3.9億公噸。那麼美國到底是佔第幾？美國第2名，蠻多的，30%，好，最高的時候到33%，也就是1億公噸左右。當然最多的是巴西和阿根廷啊，巴西呢可以到38%左右。那麼中國呢，只要你跟你美國友好，我可以向你美國買大豆，造成你的經濟可以稍微復甦一些。那如果你對我不好，我就轉到巴西啊，搞不好比你還便宜啊，之前是發生過啊。那你不是更慘嗎？所以當然美國在這個方面就要對中國好一點，在貿易談判上。所以我們知道3B 的問題，除了 Boeing 之外，第2個重要就是大豆嘛，第3個就是 beef。我們現在談大豆，當然還有阿根廷等等那些這個中南美國家也是有生產大豆，而中國自己也有產啊，中國在產全世界的6%啊，也就是2000億公噸，2000萬公噸左右。好，那我跟各位報告一下，各位去回想這幾次中美在談大豆到底多少量是美國要的，中國也要啊，你喝豆漿吃豆腐不是也要大豆嗎？其實我們民生豆類對蛋白質很多啊，對我們身體也好，中國也需要。可是當我的意思說，它可以替代，有替代國可以買。現在重點是美國希望賣，它要賣多少最好除以2，就美國生產的1億公噸有1半賣給中國，就搞定5000萬噸。各位去看它貿易談判，每次都是砍半2500，這是美國說那你2500，中國又再砍半1200。
萬噸。你去看，每次都這樣，所以每次談，那當這個川普說，哎，我這次談得很好，中國跟我談得很好，他們要經濟前200萬，都是砍了1/4，每次這樣，他們的上限是到5000萬噸，幾乎都沒有達到，你知道嗎？但是有買就不錯了。現在重點來，當你中國你在对科有關，我在卡住你，你就出問題。我們不要說完了，我就在你已經受傷的美國的傷口上再撒鹽，為什麼呢？很簡單，美國啊。他們有一個叫大票倉，中西部，這票倉是誰的？就紅州啊。我們前陣子談的不是艾歐瓦出現問題嗎？產大豆的啊，伊利諾的產大豆的啊，明尼蘇達產大豆的啊，印第安納產大豆的啊。我跟你講，你再這樣玩下去，說不好聽，美國也不敢玩太多。他喊的時候一發現，我一喊你又要對我，他又會收手。所以我覺得這個遊戲哦，就是這個川普或者美國川普所帶領的美國要抑制中國的發展或者超越它，他會不斷的动作，但是他在做動作的時候，他通常以為他可以達到一些效果，但他一感覺到對方會回擊，甚至回擊的時候會傷得比對方還重的時候，他又會收手。所以這個比例你會發覺很巧妙，就是美國一定會虛的表面對中國很好，哎呀，你應該怎樣？我跟你互惠，你不要啊，我再讓你一點，然後還不斷的講好話，私底下人砍就砍，人壓又壓，就這麼樣子。所以我覺得這個所謂傷口撒鹽，這是我講，也就是如果川普再這樣做，那中國真的是我覺得隱性的、穩健的用智慧施策，就有可能讓美國可能會急速的受傷下去。受傷会不会加剧？因为我们实际刚刚看到实际数据，就是去年的美国的农产，它的破产案例将近50%，等于每2家農場就有1家是破產的。那現在川普又在祭出301，對於中國的傷害可以說是傷口上撒鹽嗎？那厲將軍怎麼看？我們看這個數據啊，在2024年，這個中國跟美國買的黃豆是247億哈，2025年還有84億。這為什麼還有84億要跟他買呢？其實是在2025年的下半年的時候，這個川普跟習近平兩個在釜山見了面之後，那時候習近平有鬆口，願意買，所以這84億是去年下半年，等於說年底的時候才緊急跟他買了84億啊，不然的話，那如果說這個你美國的川普如果說關稅政策一直堅持下去的話，那極可能這個不要說是1億了哈，連1粒黃豆都賣不出去哈。所以說整個跌幅高達65.7%哈。那美國後來採取什麼政策？他採取對豆農實施補貼的政策，他對豆農這個總共補貼了這個大概110億到120億美元。那你川普，你又何苦來哉呢？你如果開放這個自由市場的話，那不是豆農很容易就去這個把東西賣出去，也不需要你政府來補貼。你說你搞到現在，是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自己不但要這個補貼這些豆農120億美金那麼多，甚至於更造成去年來講，光豆農來講損失就這個關門的破產就315件這麼多。但是我覺得今年來講的話，我覺得川普好像沒有學到教訓，他又重蹈覆轍哈。第一個，他居然又搞了一個301條款來，那又要對中國祭出這個到底是多少%的稅率，現在還不曉得了。對中國到底是12.5%還是10%，現在我目前這個數據還不曉得。可是不管怎麼樣，如果你在對中國提出這種關稅的制裁，那中國相對也會採取相對的報復的手段。那第一個受倒霉的就是這些豆農嘛。如果說中國不再跟你買黃豆，事實上，去年中國已經另外從巴西甚至於中南美洲已經進口了很多黃豆。這些黃豆生意來講是自由市場，就是說我如果不跟你美國買，我已經開始跟巴西買、跟阿根廷買的話，那會不會我建立了這個商業貿易的渠道之後，我就很容易之後來講我就跟這邊再繼續買這些豆子，那就減少對美國豆農的採購。所以說，我認為豆農現在來講，又同時面臨的肥料價格的高漲，又面臨的這種燃料價格的高漲哦。現在如果川普自己再加徵10%的關稅，那對中國如果說提出相對的報復的關稅手段，我覺得對美國豆農來講的話是情何以堪。好，這一方面我們剛剛是提到，是因為中美之間的國際的這個貿易戰引發的是美國農民的倒閉潮，甚至是失業潮。那另外一方面，美國受害的其實不只是自己的農民而已，是另外在國內因為 AI 的掀起引爆的是國內的 AI 人才的裁員潮。我們要來趕快看到是最新數據，美國科技業今年5月光是5月單月裁員人數高達38000多人，那創2024年8月以來最大規模。
大家知道嗎？今年光是前5個月，科技業累計裁員更是達到了12.3萬多人，較去年同期暴增了65%。現在大陸也看到現在有這種 AI 裁員潮的問題了，所以呢，政府已經明定了禁止企業以導入 AI 為由進行降職或是裁員這一件事情。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他不做技術性裁員，但是可以做技術性調整。這個 AI 的浪潮一過來，有很多當然都被機器所取代了。你以前校对要人工的校对有沒有錯？現在 AI 直接點上去哪邊的文法不對，他馬上告訴你哪個單字不對，馬上告訴你，不用人了。這個 AI 比人還精準。以後的話，這個 Uber 自駕，你不用駕駛，你過來人家輸入你要去的那個車，無人車就跑着把你載到地方。低空經濟，無人機就幫你取代了。以後送貨那個機器人就幫你取代了。你在餐廳收盤子的，你往上一堆，這個機器人就把盤子堆到那廚房去了，都是這樣啊。以後 AI 就是這樣。那中國大陸它不裁員啊？裁員，但我欲退不補，好不好？中國大陸的退休年紀，男生是63歲，女生是58歲就要退休。那等他退休了，我不補就好了嘛。现在所有人都留到嘛，你退了这個人調到那個位置，那不是就自然消化了嗎？所以它這個可以技術性調整，我認為這個不是問題。那現在這個 AI 呢，我認為擋不住所有人可以做的事情，我認為將來 AI 都可以來做。那 AI 原來從簡單的開始嘛，現在先有簡單嘛。那這些整個趨勢我們來看，甚至在學校的那些維安，或者是將來的保全，那只要一個就可以啦，就看那個整個螢幕，其他叫 AI 去看就行了。而且有一些比較危險的工作，將來滅火或者是這個是要去搶險 ，AI 去，那未爆彈 AI 去，人不要去，人有風險 ，AI 炸壞了手斷了，就給他換個新的 AI 的手背就可以了，就是這樣啊。所以我倒認為整個趨勢來看 ，AI 是逐步取代人力，比如是比較艱苦的。我們來看到的是川普這一次再啟動的關稅戰，用的名義不一樣了，是用301的關稅條款。理由是什麼呢？是說強迫勞動為由，一次對60個經濟體來課徵關稅。這一招老招真的站得住腳嗎？還是只是換個名目重啟他想做的關稅戰呢？救得了美國高達39兆美元的國債嗎？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我們特別要來關心到的是，原本以為呢，中美的關係已經逐漸的變好了，包括呢這次習川會，這個川普跟習近平感覺處得還不錯啊，而且呢，在川普離開了這個中國大陸之後，中美還成立了貿易委員會，沒有想到，而當時呢，中國也答應說要採購包括了美國的大豆跟波音的大單，但是沒有想到，川普這個腳才剛離開中國大陸，卻立刻對中國加徵10%的關稅，這是中美談判破局的意思嗎？還是中國承諾不會兌現了？雙方現在到底是合作還是互探底線？這是第二個問題。再來看到了川普這一次啊，在做這個關稅戰的重點原因，被專家指出，就是因為國債太高了，39兆美元，而且美國現在面臨的問題包括通膨、衰退哦，經濟衰退，專家說恐怕達到35%。川普這時候重啟大刀就能夠止血嗎？還是說會導致這個物價持續的推升？美國的老百姓本來就已經覺得壓力非常大了，能夠接受得了這最後的一招重擊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美中的關係才剛剛看起來比較緩和了一點，川普此刻再度的翻臉，最新宣布了，因為呢有超過60個經濟體沒有辦法有效遏止所謂的強迫勞動產品流入市場，於是要祭出關稅大刀。趕快來看到了細節，包括了針對幾個國家課徵10%到12.5%的關稅。10%的關稅，這當中包括了台灣、加拿大、歐盟、英國等15個經濟體。那麼12.5%的關稅還包括了大陸、日本、南韓、印度等等的國家。但是呢，也有針對一些的特別產品是沒有收這樣的關稅的，甚至還下調關稅10%，也就是美國現在比較需要的鋼鋁的製品了。8日開始就會正式的來做生效。比較諷刺的事情是，上次川普的關稅戰主要實施關稅、課徵關稅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美國的財政還有美國貿易逆差的問題，希望能夠來救美國的財政。
但是呢，我們看到最高法院已經最新認定它是違法的，而且呢，美國的問題、經濟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就算了，而且財務的問題還變得越來越嚴重，國債最新高達了39兆美元，佔 GDP 的124%。這一次，川普再推301關稅老招，能夠救得了經濟嗎？那麼，我們再來看到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是法院在裁定上一次的關稅違法之後，美國海關還被要求要退還高達1660億美元的關稅。對於美國的財政壓力來說，不就變得更為大了嗎？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要特別先請教聶老師怎麼看呢？川普這一次動用的301還說是強迫勞動，站得住腳嗎？尤其強迫勞動當中包括的國家有歐盟哦。歐盟國家一向強調人權的，也是強迫勞動嗎？那上一次的這個關稅被判是違法的，他這一次還是繼續用其他招，要救國債能有效嗎？聶老師怎麼看？好，我橫平的來講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哈。你說他現在用301方案來這個科其他國家的關稅，到底合不合理？甚至強迫勞動這個問題，我必須先解讀一下。我認為他這一次並沒有很離題，而且我認為是比較保守的多了。各位猶記得在去年4月2號，他剛開始打的貿易戰，機關槍掃射全球，最多的是64%，然後除以2，他說我給你優惠一半，34%中國，32%台灣，用的就是你的赤字，它 deficit 除你的總貿易量這個 amount of 這個 trade。那這個是一個很離譜的數學式，但很簡單，對不對？那當時呢，他就拿了一個哈佛經濟學家這個數字，就說這最簡單，大家看得懂，我就磕你。他當時的目的是非常特別的，他這個是打機關槍打全球，他要的東西很多。你剛剛講的國債的問題，我想要另該談。當然，他想要用全球做提款機，把錢拿回來。還有一個，他要求所有有製造業強的國家，不管造船業的日本、韓國，或者是台灣的台積電，他用這種方式來把它要回去，或者是用一些政治打壓。因為像巴西啊、中國的做法，我現在要講的是，他當打得很狠，當然法院就判他這個太離譜了嘛，沒過。他現在其實這是比較保守了。坦白說，在2018年3月22號打的第一個貿易戰，那個貿易戰打的就是301方案。各位再回去爬搜一下，3月22號非常清楚，他就是拿了一個301方案告訴了全世界。那301方案是什麼？我還是要解讀一下。1974年一個叫 Trade Act， 它就是一個貿易關係法。這個法的確給美國，這美國定法他說要怎樣，那他就可以控制世界，其他國家是定不了的。他又給美國的 這個叫 USTR， 叫美國的 Trade Representative， 就是貿易的代表，給他們有權利到世界各國去看這些國家，你有沒有在貿易的關稅壁壘中去加持？如果你加了，我就要課你；還有你在生產產品，只要有不公平，對我美國不公平的，我就要課你的稅，或者做其他的一些壓制。這裡面包括有3大貿易障礙，我們在教這個國際經濟非常清楚。第一個就是關稅，第二個叫做 quota 限額，第3個叫 subsidy， 就是補貼。那強迫勞動，你可以當做它是在你的國家強迫勞動，然後做了一個甚至補貼了部分產業出來的，這樣子他的貿易代表去調查你不公平，他就可以課你。所以我必須說明，其實這一次的川普是比較保守了，他也不敢亂磕啦，因為上次的不會過嘛，他覺得這次就非常合理了。好，我要講的，當然還有一個跟國安有關的這個東西只是對產品。大家記得301方案，當然除了產品，他認為你有不公平的對待，還有一個就是制裁權，他覺得制裁權是很不公平的。301打的時候，那時候是強調中國的制裁權。我現在講一個，還有一個在1962年所丟出來叫 Trade Expansion Act。叫做擴張法案，那個法案更狠啊！當然，我們232你要知道，我們的台積電或跟科技有關，就會被磕到。它是什麼東西？它是跟國安有關。好了，我講太多事，我們就沒有時間去這個科普。我現在要講的是說，那到底這個關稅它的目的是什麼呢？你剛剛把它連結這國債，我覺得不完全盡然。當然，我們知道美國國債很可怕，從金融海嘯2008年到2011年是只有10兆。那麼當在這 COVID-19 的時候就20幾兆，到去年36兆，現在已經39兆，它很快會達到所謂的馬奇諾防線的45兆哦。那這45兆，美國就很麻煩了，不是光付利息啊，未來在國際的 credibility， 它的信用會大為失血，你知道嗎？所以這個時候是一個問題，我必須說明一下，就是他當然可以拿點錢回來，這跟國債絕對是緩不濟急啦。國債它要從其他地方救，但是它一定有，它只要打關稅，打這些所有的國家，這些國家都有做一些他認為的不公平的貿易，所以他會去磕。
說他現在感覺比較合理了，但是他也還是想要拿這個做這個談判條碼。但我必須講一下談判的籌碼。我現在還要講最後一個，就是你剛剛講到這個所謂誰買單的問題，關稅高了是誰買單？賣家買單還是買家買單？這非常重要，叫彈性需求。今天有個價格彈性需求，今天這個東西如果彈性需求低，美國人很想要，請問人家客觀是誰買單？當買家為了要就會買單，就必須低一點。就像你剛剛講，他會磕低一點。如果他說我可以不要，可以不要，彈性需求很高，哎呀，你貴了我就不要的話，我跟你講，你賣家買單，否則我就不要，這就可以課高關稅。跟各位報告一下，大概就是這樣一個概念。不過這次比去年和緩多了啦。好，這一場關稅戰課到全球60個國家，不過當中還有一件事情，就是針對於跟中國大陸的關係是大家特別備受關注的原因，是因為當時這個習川會在舉行的時候，看起來是這個川普非常有求於中國嘛。那當時中國現在後來的媒體報道也是說可能會買美國的大黃豆跟波音。那現在發生這樣的事情，大陸接下來還會買這個美國的大豆跟波音嗎？那採購訂單還有可能兌現嗎？上次哥怎麼看？是的，我們首先還是要就這個301條款跟中美後來他們在北京峰會這個時間序來看。首先是因為今年2月的時候，美國其實聯邦法院的部分，最高联邦法已經確定，川普想要在去年1整年透過他個人的行政意志的這個關稅高，那邊關稅低改來改去，已經確定把他這個權利剝奪掉了。所以隨即在2月開始，其實就回到傳統美國政府透過這個122條款。貿易法當中的部分有150天，也就是在5個月當中的這個可以暫時性的關稅的這個過渡，所以開始進行301條的調查。也就是說，在川習會見面的5月之前，這個301大概在2月下旬已經開始啟動調查。好，而且調查的部分是大概約莫有60多個國家。那當然現在公布的部分呢，受到關稅調整要求的部分10%跟12.5%的大概是40多個國家，46個國家。所以我們可以看，它其實一開始跟中美貿易談判其實是沒有相關的。它就是簡單講，就是說川普還是要關稅，可是這個關稅沒有辦法就他在去年當中為所欲為，所以要回到一個政府體制。我想301條款這件事情對於台灣已經經歷30多年都很有印象的，過去非常嚴格。但我們看這一次他這次提出這個條款當中的這個加稅的部分，它有2個重點，一個部分是你生產過剩，一個部分是你剛剛講我有強迫勞動。表面上其實就剛剛廖老師講的，它已經很輕微了。然而實質上，其實301關稅還是有內核。它的內核基本上，首先第一個還是關稅作為美國政府非常重要的武器，這個沒有改變。除此之外的話，它過去這個301條款在30年以前，它主要還是針對於整個供應鏈。脫鈎美國在當中的意志，要是不讓你這個不讓你那裡，比如說他不讓你洗產地，301條款都能做，所以這個內核沒有改變哦。雖然這次表面上說的東西理由比較簡單。好，當我們拉回到現在在中美談判這次，我想中美談判當中，無論要採購大豆，很多的波音的這些東西，那基本上我們要注意，在5月當中，也就是說中美貿易有一個新的框架。除了這個穩定建設性關係的這個意識形態之外，最特別就剛剛其實詩敏提到的成立貿易委員會。因為以前中美只要任何的衝突，它都無限上綱，因為是川普的意志或美國政府，所以一些東西可能我這裡跟你談得好，那你跟你有衝突，大家一下子都一鍋粥都爛掉了。所以成立貿易委員會是大家可以針對這個可以往前談，比如我跟你這邊殺來殺去，可是我們可以合作跟穩定採購的集中在這個貿易委員會。所以這次現在看起來就目前為止，美國剛剛宣布這個301，仿佛會去衝擊，會去打破中美這一次談判的貿易框架。然後，而且中國大陸已經表達了部分強調，又不能這個單邊關稅的貿易的部分狀況，中國態度還是很硬的。然而，在還沒有真正實踐這個中美包括貿易委員會的框架之前，301這件事情到底會不會對於前面辛辛苦苦川普跟習近平談出來這個新的中美的很穩定的架構，是不是後面就為了大家用意氣之爭，我又不買你大豆了等等？我覺得還可以觀察一陣子。但我認為，就剛剛講這個表面上的理由，看起來應該還是有緩衝的空間。好，這一方面，現在這個貿易戰，新的這個貿易戰哦，川普祭出來，恐怕會影響到全球非常多數十個國家之外，其實美國的老百姓也非常非常的擔心，他們認為說，現在美國的通膨已經這麼的嚴重了，會不會你再繼續的對其他國家課關稅，跟上次一樣課關稅的話，會不會通膨問題變得再更加的嚴重？尤其是聯準會最新嚴正的已經指出了，光是最近幾週的時間而已哦，包括呢，他說
這個影響的範圍已經從強度、速度變成中度到強勁了。影響的項目包括了航運啊、包裝、食品雜貨、肥料，全部都因為中東的戰事而這個價格大幅暴漲。包括了這位是前 Pinko 的首席投資長也警告，美國的經濟衰退恐怕幾率上升到35%，陷入油價會引爆的是通膨的一個螺旋。最後再來就是市場預估了，如果華許未來接任聯準會主席，他要面對的問題是，確實現在投資市場看起來很熱，但是美國自己內需呢，民眾根本不買東西啊，內需非常的疲弱。那這些問題到底要怎么解決？那酈将軍又怎麼看？美國的通膨事實上從去年就已經開始了。那去年通膨很明顯的是川普自己苛徵的所謂的對等關稅，由於那時候苛徵的對等關稅，那後來經過統計發現，大部分的這種負擔都落到這個美國自己民眾的身上哦，變成美國民眾必須要付出更多的錢來繳這個關稅，因為同樣東西嘛，你稅務增加了，那我所謂有一句話哈，叫做這個殺頭的生意有人做，賠錢的生意沒人做。那如果說我賣給你，我當然把關稅加在你身上，除非說是你不買。那美國來講，因為很多東西都是他生活必需品，他們自己國內自己沒有生產，所以他必須要買。所以從去年開始，由於這個川普苛徵對等關稅，就造成通膨就已經在慢慢加溫了。但今年這個3月份開始，由於伊朗戰爭爆發之後，造成油價的這種快速的飆漲。那因為美國人的生活習慣哈，他說出門他就一定要開車，每一家最少都是2部車子在那邊開，不管你去上班或者到這個大賣場去買東西來講，你都要用開車的方式。所以說油價的負擔對老百姓的負擔是非常重。那尤其再加上貨物的運輸，尤其像新鮮蔬果，你就必須要每天運輸。那這個運輸又是牽涉到油價的這個成本上面哈，所以美國通膨來講，最近在從那個3月份以後，當然陸續的飆漲，到現在我們看到美國油價之所以降不下來，也就是由於伊朗戰爭沒辦法得到一個平息。那伊朗戰爭沒辦法得到平息，油價繼續上漲，那美國通貨膨脹自然會繼續飆漲。那這次哈，這個川普苛徵這個301的這種關稅，其實是他這個對等關稅被法院判定違法之後，他翻他的工具箱裡面又翻出這個301關稅的條款。但事實上，大家評估過哈，這個301關稅條款事實上是他所有工具箱裡面最難用的。譬如說我們現在講的，你這個用強迫勞動的這種理由，要對別的國家課徵10%的關稅，那總共有60個國家，你是不是60個國家，一個國家分別要去跟人家談判，要去談這件事情？那每一個國家他們的國情是不同的，經濟狀況不同。你不可以拿你美國的這個勞動的標準來衡量別的國家，那別的國家當然有意見了。那相對的，如果說你同時對60多個國家加徵10%的關稅，那會不會又重蹈去年的對等關稅的覆轍，讓這些關稅又加在你自己老百姓的身上？所以我覺得這時候這個川普來講的話，哈，這個增加這關稅只有讓美國的經濟更加的糟糕，由於它的這個國債已經高達39兆，那靠關稅哈，這個冰凍3尺非一日之寒了。你想要靠徵收關稅來這個抵消你的通膨，抵消你的國債來講，我覺得是緩不濟急，也是做不到的一件事。